1971年，美国的名声和国际形象受到了挑战。在冷战高潮期间，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峰。就在这个时候，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核试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默默地展开。这就是在美国阿留申群岛的阿姆齐特卡岛上进行的那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下核试验。如果你曾经翻阅过地图，你可能会注意到阿留申群岛这一串如项链般的岛屿，它们横跨北太平洋，连接着阿拉斯加和俄罗斯的远东。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寂静的岛屿曾经是核武器试验的舞台。阿姆齐特卡岛这片面积约288平方英里的土地，地处偏远，绝大部分地区覆盖着针叶林和湿地。岛上的生态系统异常丰富，从外表看，它就像一个未受污染的天堂。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这片土地成为了核武器研究的焦点。为什么美国会选择这么一个远离主路、看似与世隔绝的地方进行核试验呢？一方面，地理位置的偏远为试验提供了相对的隐秘性；另一方面，岛上厚实的地壳为地下核爆炸提供了理想的缓冲，减少了潜在的放射性泄漏和环境破坏。然而，这次试验并非毫无风险。考虑到阿留申群岛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这次爆炸可能诱发地震和海啸。事实上，这次试验引起了环保组织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根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此次试验的爆炸当量达到了5兆吨 TNT， 这使得地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腔。随后，岛上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地震。尽管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坚称此次试验是安全的，但这一行动无疑给阿留申群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试验背后的故事，以及它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随着核试验在阿留申群岛的消息被曝光，全球的关注焦点迅速转向这一处遥远的角落。尽管当初地理位置的隔绝为试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但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也无法逃避公众的眼光。此次试验迅速引发了一场针对核能、生态保护和国家安全的热烈辩论。对于支持此次试验的人来说，他们坚信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以确保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在冷战时代，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每一次技术进步或武器试验都被视为战略优势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看，选择一个相对隔离的地点进行试验，既可以确保美国的核计划保持秘密，又可以减少对人口密集地区的潜在威胁。然而，许多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阿姆齐特卡岛上丰富的生态系统为数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其中包括一些受到威胁的物种。此次试验不仅可能对这些生物造成伤害，还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此外，考虑到岛上的地理位置，试验可能引发的地震和海啸也是不能忽视的风险。当时的新闻报道充满了关于这次试验可能对环境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的担忧。尽管原子能委员会坚称试验是安全的，但很多人担心，这次的核爆炸可能会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可能通过海洋和大气传播，对更广泛的区域产生长期影响。这次试验引起的争议也凸显了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环保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人们越来越关心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此次试验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事件，促使许多人对核能的使用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此同时，此次试验也引发了关于国家安全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辩论。一些人认为政府有权进行这样的试验，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公众有权知道这样的试验正在进行，并对其表示关切或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阿留申群岛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了冷战历史中的一个注脚，但它所引发的辩论和讨论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如何平衡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的需求？如何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与国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平衡，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结尾处不得不提的是，那些在阿留申群岛上为核试验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还有道德和伦理上的选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不仅要思考大的问题，还要考虑那些个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讨论阿留申群岛的核试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些在试验中直接参与或受到影响的人们。这些人，无论是为试验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是居住在附近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生活都因这次事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那些直接参与核试验的人员，他们的工作往往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高度保密的环境中工作，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在试验完成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默默无闻的生活，不愿回忆或讲述他们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贡献被遗忘。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核能的力量和潜在风险。然而，这次试验对土著居民的影响却是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话题。阿留申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传统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试验发生后，许多土著居民担心核爆炸可能对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造成长期影响。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核试验已经证明，放射性物质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这次试验的记忆逐渐淡化，但对于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来说，它的影响却永远无法抹去。许多土著居民仍然在努力寻找答案，他们想知道这次试验对他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反思阿留申群岛的核试验，我们不禁要问，在追求科技进步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忽略了对人和环境的尊重和保护？这次试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在今天，当我们面临着新的技术挑战和伦理决策时，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无论是在进行科研、制定政策，还是做出日常决策时，我们都需要牢记，科技进步和国家利益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对人和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这次试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要关心我们的共同家园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生命。